F-15 50岁 ，F-22 25岁，两架都是美国空军机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了。那么，请问，要是你来做决策，想要进一步升级和扩充战斗机编队的话，你会选哪一架呢？F-22对不对？因为它更年轻、更先进，超隐身也超能打了。但是美国空军的选择却是 F-15。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计划在2030年左右呢，将现有的 F-22全部退役。奇怪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虽然我相信咱们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对 F-22已经是相当熟悉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以免让人觉得它就是个连 F-15都不如的花架子，所以说才被抛弃了的嘛。但事实上呢，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猛禽战斗机于1997年首次飞上天空时，它就是一架与现役所有的战斗机都截然不同的新物种啊！以至于很快就因为它的出现呢，诞生了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准。我们现在都知道它们被称作第5代战机。如今整整1/4个世纪过去了，全世界也只多了3款飞机，以足够先进的实力赢得了令人垂涎的5代机的称号嘛。F-35、歼20和苏57，尽管这些战机比 F-22更新，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更为先进，但 F-22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空对空战斗机了。原因很简单因为 F-22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拿到空战之王的桂冠的嘛。但讽刺的是正是这顶桂冠呢，成为了他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了。F-22诞生于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该计划呢可以往前追溯回到1981年，当时美国空军首次制定并确定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要求清单，他们全部都指向去取代已经被视为传奇的 F-15鹰。彼时冷战依然活跃 ，F-15有一个明确的对抗目标，苏联的米格25。尽管后来我们知道米格25更多是苏联人放出来的一颗烟雾弹，但是它的确对美国人起了作用让他们怕的不行所以哪怕是认为自己的 F-15可以在米格25面前占据优势，但是也很担心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呢已经在路上了，把 F-15打掉呢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嘛，得要抢时间了。于是你看这速度1985年开始征集方案，结果到了1991年，不仅 YF-22已经试飞，而且还赢下了生产合同。6年之后呢，也就是1997年，第一架生产型的 F-22就首飞了。8年后，2005年 F-22正式服役。结果嘛，自然是跟当初想要的一模一样了。F-22的空战能力首屈一指，得益于其推力矢量控制和高推重比的发动机 ，F-22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再加上那挺 M61火神6管20毫米加特林旋转机炮，使其即使在完全不考虑隐身的情况下，也能够在空中与那些最强大的4代机近距离狗斗。就更不要提迄今为止飞机上最小的雷达截面了嘛。如果他想要隐身呢，也可以选择在市区外就同对方交战嘛。总之空中优势似乎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所以这么看起来这款5代机的开山之作不仅研发得快，优势还很明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近得很嘛，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退役它。好，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它存在的理由不存在了。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建造 F-22合同的同一年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到 F-22服役时呢，美国已经遇不到他假想中强大的苏联战斗机了。相反，他倒是呢，在多个战区对恐怖组织发动了战争。不过，恐怖组织哪有什么可以跟 F-22干架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呢？等于就是F-22完全就失去了对手了嘛，茫然了。因此，2009年，美国将原本计划的750架 F-22订单呢大幅削减至186架，其中真正入列的不过150架左右。这些原本有望在机队中取代 F-15的5代机，突然就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了。而且随着多用途隐身战机 F-35紧随其后 ，F-22的大部分生产线呢被蚕食，变成了别人的嫁衣。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都不会有超过186只猛禽了。那只有186架，就将就着186架用呗。怎么着它也还是够先进的呀。似乎退役的决定还是有些站不住脚嘛。但是随着生产线的停止呢，一些部件根本就无法更换嘛。而如果要去小批量的生产它们的话，成本会高得惊人毕竟，美国空军曾经打算退役其所有的 F-15以支持 F-22，但如今必须要支付维护、更新和发展其 F-15机队的费用，同时还要支持相对较少但价格却异常昂贵的 F-22，他们实在也是吃不消了嘛。与其这样拧巴着，不如痛快的来一个了结直接退役它算了。这大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
好，就算美国空军愿意留着这100来架的 F-22，但他们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升级更新的，比如航电。好吧，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与之前的许多战斗机一样，F-22在开发时呢并未考虑模块化，这意味着其过时的硬件和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想要升级它，不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软件就行了，而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更换其整套硬件啊！这笔钱花下去就一定不是个小数目嘛。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这些 F-22进行一系列耗资110亿美元的更新，110亿不便宜吧？但花这么多钱，甚至连老航电的边边都没有擦到，只不过是一些替换更隐形的外部油箱和挂架、新的超视距空空导弹和新的电子战套件的开销而已，算是冰山的一角吧。好，那你还可以说，美国佬有钱砸它不就完了吗？硬要这样呢，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即便把全部的 F-22都升级了，他们也不过才150架左右嘛。要是真的遇到大规模的战斗了，能够用吗？同时啊，他们也仍然面临着很难获得替换零件，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换因老化退役、在事故中损坏或者是被击中后报废的 F-22了。花那么多钱升级维护，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寂寞，显然是不明智的嘛。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退役 F-22，升级和补充 F-15，同时把钱砸在下一代制空权战机的研发上嘛。1秒到底有多长？1000毫秒、100万微秒、10亿纳秒，都不对啊！准确说，它是铯133原子在2个超精细冷机之间跃迁时所辐射出的电磁波周期时长的91.92631770倍。有没有蒙圈？蒙了也无所谓啊，因为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讲人话了。今天之所以一开场就要讲时间，是因为我前面不是刚刚讲了导弹吗？导弹想要精确的命中目标，就需要有精确的制导，而现代导弹的制导很少能够绕开一样东西。卫星定位了。据说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东风2.1呢，可以将打击精度提高到10到30米，比普通导弹翻上了至少20倍，这个效率相当可以啊。而在这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居然就是时间了。时间和定位精度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卫星定位为什么要用时间？怎么才能在卫星上精确计时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先来一句话答案啊，卫星定位是通过计算目标同多枚已知位置的卫星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它自己的位置的。而计算它同各个卫星之间距离的方式呢，就是掐下信号从发送到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了。如果掐得越准呢，定位自然也就越准。那么能够把1秒分成数10亿份的原子钟，就是那个掐得最准的家伙了。所以原子钟就成为了定位卫星最核心的部分了。好了，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先暂时看到这，不忙的朋友呢，可以听我继续讲下去，来看看原子钟的奇葩工作原理。俗话说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呢，其实只对了一部分啊。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这样：时间就是一切。时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普遍常数，无论是卫星导航，还是电网供电，或者是金融网络，甚至是计算你的加班工资，都必须要依赖于准确且可靠的计时。时间也是宇宙运行的普遍常数。无论是黑洞合并时发出的引力波，还是暗物质对宇宙时空的弯曲，想要弄清楚这些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时间的准确测量了。既然测量，就要有尺子嘛。那时间的尺子是什么呢？就是某样能够以恒定的速率做周期性变化的物体了。我们把它叫做参考频率。打比方说日夜变化，它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是可以拿来当尺子的。单摆的来回摆动呢，它也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也能够拿来当尺子。而且有一点很明显啊，单摆的摆动周期肯定要短于日夜变化的周期了，所以拿它来当尺子呢，尺子上的刻度会更细一些。更细一些更好吗？你们自己来感受一下啊。如果我只有1把米尺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以上2米未到；而如果我的米尺上加上了厘米的刻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9、8、7、6、6、7。哎呀，你看我都这么坦诚，不该在此处来个点赞吗？显然啊，1米6、7比1米以上2米未满要精确得多，也更有利于大家来了解我了。所以刻度越细越好。对于时间来说呢，就是频率越高越好。那什么东西的频率足够高呢？原子。物理学家们发现啊，每一种元素的原子呢，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恒定的，而且是非常高、非常稳的频率振动着。这就意味着，要是用原子的振动来作为参考频率的话，做出来的钟将会极其的精确和极其的稳定，可以测出几千亿分之1秒的时间差别，并毫无误差的工作上百亿年。这样的钟呢，就叫做原子钟了，是我们拿得出手的最精确的计时设备了。但关键是，这台钟要怎么造呢？为了讲清楚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先花点时间来介绍另外一个计时工具，我们可能会更熟悉它一点啊，就是石英钟了。
1927年，石英钟被发明了出来，它利用的是石英晶体在通电后会发生振动的现象。其实很多物质呢，在通电之后都会发生振动，比方说你被电到的时候。开个玩笑啊！之所以选择石英，是因为它可以反过来，也就是说，把它振动起来也是可以发出电的。这个叫做压电现象。石英钟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通电能抖，抖着能发电的石英振荡器了。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永动机的感觉呢？不过事实的确是，想要保持石英振荡器永无止境的振荡下去，只需要一点点的电就可以了。我有一块石英表的最高记录是保持了5年没有换电池。每一个石英振荡器在出厂的时候呢，频率都被精确的调整到了32768赫兹，也就是每秒钟振荡32768次。反过来就是说，每振荡32768次呢，就是1秒钟。怎么样？这段顺口溜练的还不错吧？然后钟表里面的电路或者是机械系统就可以据此作为参考频率来精确走时了。现在因为好一点的石英振荡器的精度可以达到每9万年误差不到1秒，对我们的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事情来说都足够了。但是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嘛。远方就要用到导航，而导航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几颗卫星共同来计算出你离它们之间的距离。怎么计算距离呢？就是看信号要花多长时间在你和卫星之间走个来回嘛，然后再乘个光速就可以了。乘个光速，也就是说乘的至少也是一个10几位的数字。你能够想象哪怕只犯一点点错，但是却被放大数百亿倍之后的画面吗？应该不是那么好看的。所以时间跟定位精度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出来了。石英钟也在这个时候被嫌弃了，怎么办？只能上更精确的原子钟了。但是最奇葩的地方要到了，你万万没有想到，其实在原子钟里面兢兢业业工作的也是个石英钟。否则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介绍石英钟呢？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啊，石英钟好是好，但时间一长也会产生误差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细心的领导能够敲一下他的脑袋，他不是又能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上一整很长的时间了吗？你猜到了吧？振动精度更高、工作更加稳重的原子，自然就是他的领导了。很多元素的原子都可以胜任这项领导工作，比如铯原子。它的振动频率是9192631770赫兹。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标准里面，1秒钟的定义就是铯原子这么振动91.9亿下所花的时间。那么，在原子钟里面，它是怎么和石英钟配合工作的呢？首先铯原子有2种能级状态。较低的和较高的，在通过磁场的时候呢，它们会发生不同的偏转，所以很好区分出来。而如果低能级的铯原子受到跟它频率一致的微波照射之后呢，也能够通过共振将自己的能级提升上去了。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布置这个有趣的装置了。先是让石英钟工作起来，一边精确的输出时间，一边利用压电现象输出电荷。这些电荷呢会被转化为频率正好是91.9亿赫兹的微波，让已经经过筛选全部是低能级状态的铯原子通过。按理说，通过的铯原子理应全部提升为高能级的铯原子。没错吧？但如果石英钟随着时间的累积开始产生误差，它所生成的微波也就不可能达到91.9亿赫兹了。于是，通过这个微波的低能级铯原子呢，也就升不了级，成不了高能级状态了。我们只需要在发生这个变化的一瞬间将它识别出来，不就好了吗？所以在微波的后面呢，有2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了，一个是另外一个可以偏转不同能级铯原子的磁场，一个是只有高能级铯原子才能够达到的靶子。现在你看出逻辑来了吧？如果没有东西打到靶子，就说明微波没有把低能级的铯原子转变为高能级的铯原子，进一步的就说明石英钟开始犯懒了，需要敲一下脑袋了。于是，一个反馈电路马上给它一个电击，使它立马回到原本的振动频率上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原子钟的精度就可以达到每14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钟的惊人水平。好了。已经很厉害了吧？但人类探索确实是永无止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时间和空间是绑定在一起的。为了解开很多宇宙的谜团呢，我们依然需要更加精确的测量工具才行。现在的原子钟依靠的是微波级的频率，如果可以用上频率更高的可见光波段，岂不能把时间的切片切得更薄吗？所以最新的研究是利用激光来控制异原子的振动，用一个更加惊人的参考频率来制造出更加不可思议的原子钟。也许在它的加持之下呢，暗物质的奥秘也能随之揭开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吧。日本计划要向太平洋排放，据他说已经是兜不住了的上百万吨的核废水了。至于它到底是真兜不住还是假兜不住，我们暂且不讨论。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机会聊一聊关于核废水的问题。什么是核废水？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会产生出核废水吗？福岛核电站产生出来的核废水有何不同？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揭开。
首先，什么是核废水？我们可以理解为经由核电站排放出来，其中还带有一定放射性的废水。那么这么说起来，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也是会排放核废水的咯。是的，由于核电站呢会大量的用到水，所以排放出来少量的带有辐射的水是非常正常的。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核电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核燃料来烧开水，然后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就把电给发出来了。整个过程通常由3个回路组成。回路1里面的冷却水会直接进入反应堆，从中带走热量，为堆芯降温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能量极高的高温蒸汽。接着，它会在隔离的条件下将这些热量传递给回路2的水。回路2的水被加热之后呢，也会生成蒸汽，这部分的蒸汽才会去驱动汽轮机，然后带动与汽轮机同轴的发电机来发电。做完功的蒸汽需要再度变成液态的水去重新参与循环，那就要降温。于是回路3里面以海水或者是湖水为介质的水就是来完成这个工作的。它们不仅将回路2里面的蒸汽冷凝为水，也同时为核电站带走了它所不需要的剩余的热量。所以这样看下来，核电站里面实际有排放的是哪一部分的水呢？回路3里面的水了，而它完全不会接触到核反应，所以顶多算是废水，离核废水还差10万8千里。而且即便是回路2里面的水，也是不会跟核反应有接触的，也不算核废水。只有回路1里面含硼的水才称得上是带有放射性的水，但它一直都会参与循环再利用，几乎不会排放。那么为什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说正常工作的核电站也会排放核废水呢？因为它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来产生可控泄漏，就是那些无法收集且只能排放的泄漏，比如一些泵的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等。不可控泄漏，核电站的设备再好，保障再全，但总是也会遇到故障的，所以这种不可控的泄漏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另外，对设备的周期性冲洗，放射性废气中的水蒸气凝结为的水也是核废水的主要来源。那它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废液变成废固，利用滤网过滤、树脂吸附、蒸馏器蒸馏等方法，把放射性废水变为放射性废固和可排放的水。放射性废固会跟其他核废料一起送往填埋场处理，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说一说。而可排放水，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是让它进入海洋。你说它真是一点辐射不含吗？不可能啊！只是在排放前，除了遵循国际能源署的规定以外呢，还必须要符合本国政府所制定的排放标准，使其对环境的危害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福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在被海啸破坏之后，福岛核电站就一直处于废弃状态。刚才我们说的回路1也被相应的破坏了，堆芯熔毁，此时所产生出来的核废水与正常运行下所产生的核废水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内部的反应物状态未知，人们根本就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净化处理。暂时能做的就是先把它装在罐子里面，一边堵漏一边想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福岛县的海边，成千上万个颜色各异的大罐子，如镶嵌在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一般密密麻麻的在这里铺展开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憋不住想要把它们灌到海里面去了，因为一方面罐子和放罐子的地方都开始不够用了，而另一方面核废水的产生却一点也不耽搁，还是在以每天170吨的水平稳定增长。说到这儿，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常见的错误理解，以为这每天170吨的水是人为浇到堆芯里面帮它冷却，以避免进一步熔毁，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核污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几年来福岛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冷却问题，它真正面临的挑战是管不住往堆芯里面自己流的地下水。福岛核电站临海，地震过后地基受损，地下水就一个劲儿的往这边流，而且地下水还不像河水，好歹还能集中起来有个方向，引的话还有可能让它绕个道。地下水靠重力渗透，见缝就钻，见低就填，分分合合，引不走也堵不住。只要是从这一片下海的水就没有干净的，所以现在才会面临这么惊人的废水储量。因为这不是往反应堆里面灌的冷却水，而是这么多年来所有经过此地入海的地下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想好处理它们的办法了吗？没有。尽管日本的确曾启动多核素去除设备来处理这些核废水中的数种放射性物质，但一是如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废水中的具体成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定论，也就是连病根都没有找到，怎么敢说开出来的药有效？二是即便开出了以上的药方，但它也没有针对其中分离手段更复杂、成本更高、耗时更长的一些，比如氢的同位素氚。氚是由海水被高放射性核废料释放出来的中子活化发生核反应产生的，它的物理半衰期为12.3年。虽然发出来的贝塔射线在人体外照射时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但却可以经由食物链、呼吸道和皮肤等途径被人体吸收摄入，转化为有机结合氚。
有机结合氚由于与体液中的氢互换以及新陈代谢作用，会长期滞留在人体当中。于是到了人体中氚不但能通过贝塔粒子的电离作用产生直接的生物效应，还可以通过转换突变方式，致使人体组织产生畸变和癌变，影响巨大。可见，要是将这些仍然含有放射性氚以及其他谁也不知道的成分的核废水直接排到太平洋当中，指望靠自然强大的自愈能力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个烂摊子，实际上是赌上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未来的。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一起参与讨论。要是你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的话，你大概率是会看到过发动机短舱上面的这个小片片。如果你的眼睛再尖一点的话，还有可能看到机翼上居然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片片。它们是干什么呢？它们是飞机用来以毒攻毒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湍流，你一定听说过啊，而且直觉告诉你它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确啊，湍流不光会造成飞机颠簸，严重的话还会让飞机失速，从而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算是第一个毒。那么这个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就要涉及到一点最基础的流体力学了，我尽量简单点来讲。首先啊，水是流体，蜂蜜是流体，空气也是流体，只是它们的粘性不同罢了。当流体流过一个物体表面时，它与物体之间就有了一个边界层，在这个边界层之内，越靠近物体表面的部分，由于跟物体粘得越紧，所以速度就被扯得越慢，而越远离物体表面的部分呢，则受到的影响越小，越能够保持原本的流速。流过机翼表面的空气也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边界层，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紧贴着机翼表面的，从入口顺利的流到出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因为这就可以让机翼的整个表面全都被空气所覆盖的，于是襟翼也就能够操纵流过它的空气来控制飞机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了。但现实却是这个边界层并不总是贴着机翼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会脱离机翼表面的，比如机翼和气流方向之间的夹角过大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两个选手来掰手腕， A 选手是边界层，他总是想要脱离机翼表面去享受自由的空气。B 选手呢是边界层上方的气流，他总是想要将边界层牢牢地压在下面，这样他就不用去做边界层了。一开始呢，当机翼跟气流的方向还比较平行的时候， B 选手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边界层还能够被压在机翼表面。但是随着机翼的倾角越来越大， A 选手反抗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直到迎来了一个临界点，他就呼的一下压到了 B， 飞走了。这种情况叫做边界层脱离，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脱离点，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机翼表面的湍流了。请问是谁在给 A 选手提供反抗的力气呢？是伯努利他老爷子啊。因为根据伯努利效应呢，流速越慢，压力越大，当机翼倾角越来越大时，贴近它的边界层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流速自然是越来越慢了，换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对抗 B 选手的压力，直到把 B 给压垮。好了，那第二个毒是什么呢？是涡流。飞机在前进时，气流不光会纵向流过机翼的上下表面，还会横向从翼根流到翼梢，然后到了这儿，下方的高压气流就会绕个圈，跟上方的低压气流来一个胜利大会师，顺便把这个圈圈延续下去。这种绕圈圈的气流就叫做涡流了。其实它也是湍流的一种，但特征太过明显，就叫它涡流吧。翼梢上面的涡流会产生诱导阻力，像一双手一样在后面拽着飞机，使其飞得更慢，还少油更多。你说算不算毒呢？要解这个毒工程师们用上了翼尖小翼，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的上翘的飞机机翼尖端了。我之前做了一个相关的视频，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可以去看看哦。而要解第一个毒，工程师们则直接想到了第二个毒。既然湍流是边界层分离造成的，那想办法不让它分离不就好了吗？分离是因为边界层里面的空气全跑光光了，那我能不能在你一边跑的同时一边往里面补充呢？怎么补充？绕圈圈有如龙卷风一般的涡流不就很合适吗？利用它来把边界层外面的空气卷进来，补充里面的空气啊。于是一副副像这样缩小版的机翼被装到了机翼的上方、下方还有发动机上面，它们共同的名称叫做涡流发生器，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并且与气流的方向有一定的夹角，以便产生足够充分的涡流来对抗湍流，从而减少飞机的失速可能，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来看看效果这是经过波音777发动机短舱上面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这是经过波音767机翼上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多么服帖，多么服气。对了，你说汽车不也是会面临这样高速流动的气流吗？咱们也能用这玩意儿把它整得服服帖帖吗？
可以啊，不光 F1已经用上了，一些高性能的跑车和轿车上也都用上了，甚至连卡车都要来跟风了。用上涡流发生器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钱还真是香啊！所以，我该如何利用这么一对涡流发生器呢？把它们装到头顶上，然后下次社区办运动会的时候勇夺短跑第一吗？还是干脆你来帮我出主意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记得留言来告诉我你的好点子哦。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仔细点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2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际以外还带有助推器，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1枚助推，另一侧呢则空空如也，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啊，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在版本细分这一栏，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但大体上呢就分为2种啊，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第二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代表的呢就是助推器的数量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宇宙生5号火箭上面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奇数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呢，在我们自己的长征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当然，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只不过嘛，宇宙生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4枚也是这样，3枚、5枚就更别说了。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呀？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生5号了。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来看看啊。很明显嘛，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腿，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因为力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于是力臂就产生了，它带来了力矩，从而把火箭给掰弯掉了。但我就是只需要装1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啊，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嘛，使它对准重心，这样就不会有力臂产生，力矩也就消失了。宇宙生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比较靠下，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当然，在真实的宇宙生5号上面呢，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不管是 AJ-60A 还是 GM-63， 它们的喷口都向外倾斜了3度，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宇宙生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但是却在斜着走路。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在模拟视频里面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从一开始便是弧线的飞行轨迹出来了。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好吧，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呢，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呀。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怎么破呢？宇宙生5号的解决方法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它所安装的 RD-180发动机的喷口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一开始的画面里面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那是 RD-180在对抗 AJ-60A 的力矩呀。这张照片呢也拍得非常明显。好了。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变斜，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才抵消了力矩，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掉呢？咱不要只用1枚助推嘛，至少2枚起步，而且呢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
是的啊，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但是这一枚火箭嘛，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它在设计之初啊，真的就只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所以你看啊，在宇宙城火箭星级的周围啊，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输氧管，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鼓包。这两样东西一摆，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不然的话，那你就重新设计一枚火箭呗。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比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所以啊，宇宙神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啊，要我说，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啊，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哪怕是只有输氧管和缆线罩这两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要是起初这两样东西就摆对称了，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省了多少的事儿啊！算了。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儿啊！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今天我们来玩沙子，这是一个船锚，这是另外一个船锚。准确点说呢，这是一个有杆锚，这是一个无杆锚，起到的作用都是在停船的时候让船不会随意移动。那么，如果在航行时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快要撞岸搁浅时，能不能通过抛锚来紧急刹一把船呢？虽然超级战舰告诉我们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当真，事实情况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专门用3D 打印做了一个船锚的模型，然后通过实验来讲讲船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就是不能用来紧急刹船。先来说船锚啊，早期的船锚基本上都是这种有杆锚。为什么它叫做有杆锚呢？因为在锚杆快要接近锚环的顶部呢，还横着一根横杆，从而构成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船锚图案。但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要是光看图的话，我们会很容易以为横杆与锚壁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但实际上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相互垂直，之所以要相互垂直啊，目的是为了让船锚在触底时，锚壁能够跟水底保持垂直关系，这样就能在锚链拉着船锚横向运动时，把锚爪很自然地离到水底的泥沙里面去了。后来啊，发展出了这种无杆锚，它没有横杆，沉到水里后就直接这样平躺了下来。那它怎么把自己的锚爪离到沙子里面去呢？你肯定注意到了啊，无杆锚的锚壁和锚杆是活动的，它们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动一定的角度。当两者都躺平在水底后，如果受到横向的拉动，锚杆就会牵着锚壁一起移动。但由于锚爪伸在前方，它自然就具有下垂的倾向，再加上水底泥沙与其他凸起物对其的阻挡作用，就只能逼着它顺势开始往下挖了，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锚固点。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刹船呢？即使不能完全刹住啊，但拖着泥沙一起跑，总能提供很大的阻力，为停船起到一定的作用吧？实际上呢，还真是不行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2次都重点说到了横向运动，船锚必须要离近图里面才能提供阻力，而离近图里面的条件就是躺平了横向移动。如果开船时把船锚抛进水里，锚链基本上跟水是呈90度的，这个时候船锚根本就不会离进水底的泥沙当中，怎么可能提供阻力呢？只会一蹦一跳的跟着船一起跑。所以啊，想要刹船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用别的办法，想知道吗？看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所以回到船锚固定船只的问题上，看起来锚链也是相当重要的。不是相当重要，而是至关重要，甚至比起船锚还要来得更加重要。除了能够拉动船锚，它还有另外2个功效，一个是平躺在水底的那一段提供的摩擦力，另一个是悬在水中的那一段提供的下拉力。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假设一艘船需要停在水深100米的海面上，它应该要抛下多长的锚链呢？是正好就100米吗？显然啊，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是不够的，至少要让船锚躺平嘛。那躺平之后还要再继续放下多长的锚链呢？它至少得是水深的3到5倍，甚至如果天气恶劣的话，得要放下去7到8倍于水深的锚链长度。它们的一大部分呢会沉到海底，埋进泥沙，从而提供出足够的摩擦力。而另一部分就是悬在水里与船只之间的部分则形成一个悬链线，它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储存大量的能量。悬链线跟抛物线有点像，但却是由一条2端都有支撑的链条垂下来所形成的一个物理曲线，所以跟抛物线有着完全不同的数学公式。它的下垂深度呢，跟2个端点之间的间距以及自身的长度都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垂得越深，材质越重，所储存的势能也就越多，越能把上面的船给拽住。
所以这么比起来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不点的船锚似乎无关痛痒了呢？这么说也不太公平啊，至少人家还是给锚链挂了个起点嘛。好了，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船员是怎么知道已经放了多长的锚链到水里面去的呢？他们是通过观察锚链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链环。普通的锚链一般是黑色的，每段长90英尺，也就是27米多一点，叫做一节。然后很多节连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锚链，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链环了。它们由红色和白色组成，红色的链环在中间，白色的链环在两边。要是第一节的话，两边就各挂一个白色的链环；要是第二节的话，两边就各挂2个白色的链环，以此类推。于是船员靠观察红色链环的两边到底有几个白色链环，就能够知道已经有多少节锚链入水了，是不是既直观又简单呢？当然，要是能够把这个船链的模型拿在手上仔细的观察实验，也肯定够直观吧。所以老规矩，点赞、评论、转发，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评论最精彩的，它就是你的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08年6月30日清晨7点刚过，在西伯利亚森林的通古斯河畔突然爆发了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不简单，因为它不仅瞬间就传遍了方圆640公里的范围，甚至还让远在5000多公里外英国伦敦的不少电灯也在瞬间熄灭。之后的1周欧洲的天空都呈现出一片暗紫色。毫无疑问，这声巨响以及引发巨响的爆炸，就用这样猛烈的方式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无解的大谜题，它就是通古斯大爆炸之谜。为什么一场爆炸居然能够持续困扰人类长达1个多世纪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分几点来谈先说通古斯大爆炸究竟是个什么，再说围绕它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有趣的假设，最后来看看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好，现在就开始关于这场大爆炸，再没有比亲历者的讲述更有分量的证据了。其中的一名幸存者是这样回忆的：北方的天空突然分成了2半，整个森林都被火焰覆盖，接着空中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石头开始掉落，四处仿佛都响起了枪声，大地剧烈颤抖，热浪袭来，空气似乎也在燃烧。这跟37年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幸存者讲述的简直如出一辙嘛！的确原子弹爆炸后给了研究通古斯爆炸的学者很大的启发，甚至衍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稍后我们就会讲到。但不一样的是，广岛的原子弹只有2万吨的 TNT 炸药当量，而经过测算后，通古斯大爆炸则达到了1500到2000万吨的当量，相当于是把广岛炸了1000遍，这都能活下来，得要有多高的幸运指数但最早在1927年，俄罗斯矿物学家库里克率领考察队前往通古斯现场调查时，人类还没有发明原子弹他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他所笃定的一定是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到了这里，所以只要找到陨石坑就能说明这一切了。但结果却是非常的失望，在持续考察了10年后，他们除了发现爆炸区域呈放射状向四周倒下的大约800万棵树，以及爆炸中心被剥掉了树枝和树皮的直立树干以外，简直一无所获。没有陨石坑，没有陨石碎片，甚至在抽干了爆炸区域内的沼泽地里面的水向下挖上25米之后，也没有一点点的陨石线索，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这些被强大冲击波冲倒的树，说明了这里的确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但这个爆炸却又不是陨石造成的，那会是什么呢？于是各种各样的假设就轮番登场了。先是苏联军事工程专家卡萨茨夫在1945年拜访了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广岛后，发现这里的树居然倒得跟1908年的通古斯如此的相似，就产生了联想，通古斯肯定也发生了核爆炸，但1908年的人类世界怎么可能掌握核技术呢？为了自圆其说卡萨茨夫进一步解释，这应该是一架外星飞船由于出现了故障，从而炸掉了自己的核动力引擎所造成的。搬出外星人等于就是在作弊耍赖，不要脸嘛！大家肯定是不吃这套于是继续猜想。但事实证明，在猜想这条路上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看看后来的1963年3位美国科学家提出，通古斯大爆炸可能是由从外太空降落到地球上来的一种反物质所造成的。他们推测这种反物质是一块只有0.5克的反铁，然后跟地球上面0.5克的铁相撞了，于是就产生了那个比广岛原子弹还要强1000倍的爆炸。夸张吗？不算什么。1973年，还是2位美国的科学家提出，通古斯大爆炸是由一个小型黑洞通过地球所引起的。他们甚至还算出了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1023千克。不但如此他们连黑洞穿出去的位置也都大概测算出来了，就是位于冰岛和纽芬兰岛之间的大西洋某处。但说不过去的是，这黑洞为什么穿进来的时候动静那么大，穿出去的时候却是悄咪咪的呢？难道是为了要走了，给自己留个好印象？而且霍金还说了，质量越小的黑洞蒸发的也
就越快。这才1吨多点的黑洞，它根本也就到不了地球，早就被蒸发完了呀。夸张吗？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么不靠谱的解释还刊登在了著名的《自然》杂志上，这才是最夸张的。1977年科学家的猜想呢往回收了收，这次他们认为可能是一颗彗星闯入地球所引发的爆炸，在高温和高压的双重作用下，彗星在距离地面几公里的高空中发生了爆炸，冲击波传到了地面，但彗星碎片嘛，由于都是由易挥发的冰等物质组成的，自然也就挥发的不见踪影了，巧妙地躲过了提交证据的环节。科学家变得理智了，但民间的猜想却没有就此打住。最夸张的是，基于大家对天才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无限崇拜所编造出来的故事，说的是由于他在纽约长岛搞无线电力传输试验，引起了这次远在1万公里外的通古斯大爆炸，所以无线电力传输试验只是一个幌子，超级武器死亡射线才是特斯拉真正在研究的东西。这个你就当故事听听好玩就可以了，不要当真啊。但说了这么多，谜题还是没有揭开，不是吗？别急啊，最近的研究出炉了，而且还有希望真的打上结束的标签。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研究者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那就是导致通古斯大爆炸的天体并不是一颗彗星，而是一颗成分为铁镍合金的小行星。它也并没有砸到地面上或是在空中解体，而是以每秒 11.2 公里以上的速度从11公里以上的空中掠过了地球，继续它的星际旅程，但却把冲击波给流到了通古斯的地面上，算是一次行星尺度上的肇事逃逸事件了。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在高空爆炸后却并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的碎片，也解释了为什么事件发生后欧洲上空的高层大气中存在着的大量尘埃，从而导致了夜空中的怪异红光。所以能够活下来并提出各种各样的猜想，真的说明我们每个人的幸运值都是爆棚的，因为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枚小行星或许径直就撞向了地球。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最近我体验了一把失重的感觉，那是在飞机上。从新疆到重庆的整个航程，飞机几乎都在颠簸，偶尔还会来一点大的，于是马上就失重上头了，既难受又恐怖。你呢？有没有体验过失重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体验到的？可以分享一下哦。你说我们偶尔失重一下就很不好受了，航天员在太空中天天都失重，他受得了吗？感受还在次要，失重对人体本身的伤害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骨骼和肌肉退化，心脏和视力出现问题，就连认知能力都会大为下降。NASA 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呢，重回地球引力的怀抱。但显然地球拥抱他的双手太过热情，以至于让已经习惯了低重力的凯利招架不住。当他迈出最初的几步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婴儿学步更加容易。他的腿并没有及时回忆起曾经是如何协调工作的。重力的缺乏使凯利的身体远离了原本对于生存至关重要的平衡感与协调感。这两者哪怕你在太空当中踩再多的跑步机，也无济于事唯有重力能够给予。好吧，国际空间站呢，都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东西了。那你说我们正在建造中的最新的中国空间站，为什么就不能采用人造重力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造重力这个已经在科幻的世界里面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人造重力难吗？它难在哪儿呢？好吧，还是先说答案技术上呢一点也不难，但实现起来却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转圈圈就能模拟出重力了，但圈圈它该有多大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和《星际穿越》当中呢，整个太空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车轮一样，利用旋转创造出人造重力，使内部的人员可以像是行走在地面上一般舒服的运动。很可惜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这样行走过。不过最接近它的体验，你可以在游乐场里面找到。做一次大型离心机，一定能够加深你对人造重力的理解。但我建议你最好是提前准备好一个呕吐袋哦。对了，这也是旋转出来的人造重力很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之一，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到的。之所以旋转能够产生重力呢，我们得要感谢向心力。因为当旋转起来之后呢，你背后的墙面就会在向心力的作用下不断的推着你，迫使你跟着它一起旋转，而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被甩出去。此时呢，你与离心机是相对静止的。当我们把参考系放入到这个相对静止的系统里面时呢，神奇的重力感便产生了。你被一股力量拉向墙面，当抬腿迈步。NASA 早在1960年代就开发出了一台巨大的离心机来测试模拟重力的可行性。当我们随宇航员一起进入到被称为是旋转参考系的离心机内部视角后呢，相对来说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而我们是保持静止的。在这里，如果离心机旋转的速度恰好合适的话，一切的跑、跳、走都跟地面上无异了。牛顿第三定律工作良好，由向心力带来的离心力变成了一个绝对真实并且可以测量的重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创造人造重力其实一点也不难嘛，真正难的是
尺寸。还记得我刚才说过了吗？一个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是产生出人造重力的关键，而问题就在于恰到好处的旋转速度跟离心机，也就是想要制造人造重力的太空站的尺寸关系密切。当它的直径越小时，就越需要更快的旋转速度。你想也想得到，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得飞快的陀螺里面，一定不是很好玩。像电影演出来的那样，弗兰克普尔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在这样的转速下，旋转参考系里面的科里奥里效应将会非常明显，它会让你在里面的运动方向受到偏转。你只要想想，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旋转参考系里面，我们都需要考虑科里奥里效应对火车左右铁轨的不同磨损程度所带来的影响，就能够知道在8米半径的旋转空间里面，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想从坐着站起来呢，都会让原本向上运动的脑袋变成一条向下运动的曲线，然后直接就把你撂倒了，还谈什么慢跑呢？科学家估计想要让旋转速度慢到勉强能够适应人类居住的话，这个结构的半径至少也得是100米，2个国际空间站加起来差不多有那么宽了。所以不管是发射它还是安装它，都是一个超级花钱和超级费时的事情。有人估计过，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一开头的那个半径150米的旋转太空站，大约重68000吨。咱们不管他们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总之，如果按照目前我们的胖虎最大25吨近地轨道运力来算的话，也需要发射2720次才能将它送上轨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而且，即使真的把它给建出来了，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比方说，由于半径还是不够大，它会让你的头和脚处在2个明显不同的重力区间，想起来还挺诡异的。但实际情况不止诡异，而是危险了。因为你的心脏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把脚上的血液拉回到头上，从而保证正常的血液循环。并且呢，你还要习惯于生活在经常性的晕头转向当中。因为如果你弯下腰，甚至只是左右晃一下脑袋的话，都会让耳朵里面的陀螺仪内耳前庭突然间就切换到另外一个重力频道上了。你知道眩晕想吐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想要人工制造出重力通过旋转就可以实现了。这并不难。也许在不久之后呢，就有类似的航天器可以升空了。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能够帮助宇航员更加安全地执行太空任务。至于想要满重力生活在太空当中嘛，还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期待科幻早日变成现实。2004年的一天晚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实验。2名小学生突破重重阻碍，潜入到戒备森严的纳米实验室，然后从文具盒里面掏出了自己的铅笔，开始用透明胶带一点一点地粘掉笔芯上面的石墨。于是石墨烯就诞生了。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做这场奇怪实验的是2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获奖的原因正是来自这个看起来只会是小孩子在打发无聊上课时间时才会干的事。说实话，我以前也干过，但怎么就没有见分离出石墨烯来呢？可能是我的手法不太对吧。而这2位科学家的无聊行为却最终获得了回报，他们分离出了单原子石墨膜，这是一种比钢结实200倍，重量却只有它的1/6的极其优良的导体。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是工业圣品。关于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讨论太多了，我呢也就不需要再去讲什么了。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可能比石墨烯还要更厉害的新材料——锌烯。它究竟有什么厉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锌烯又叫做单层烯原子，它跟石墨烯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拥有单层的原子结构。实际上，就连锌烯这个名字也来自于烯与石墨烯的组合。它有2点值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计算机芯片工作温度下以100%的效率导电的材料，也就是类似于室温超导。第2点是，发现这种新材料的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而参与到这种新材料的研究制备的是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研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等等。可以说如果在石墨烯身上还很难找到中国基因的话，那么在锌烯身上就到处都是中国的基因了。锌烯是一种被称为托普绝缘体的特殊材料，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劝退的意思，但大家其实也不必去真的搞懂它背后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材料只会在其外部边缘或者是表面来导电，内部则是完全绝缘的。当托普绝缘体只是1个原子厚度时，它们的边缘导电率会达到100%，也就是实现了零电阻。这些不同寻常的性质是由材料当中重原子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是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它们迫使电子在没有任何速度限制的特定车道上移动，就像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
而只要是在这些位于材料边缘或者是表面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呢，电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既不限速又没阻力，电子也只好放飞自我了。所以啊，西西虽然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却跟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可以用来替换电路板晶体管中的硅，使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显著降低。下一个科技圣地可能就不是硅谷，而是硒谷了。另外，西西的二维超导特性还有可能跟它的托普性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托普超导体，然后借助超导态下的稳定电子配对和量子相干效应，更好的实现容错托普计算，提升能效比、实用性和运算速度，帮助打造出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很激动吧？但这些呢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它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从计算机模拟来到现实面前，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按照其中一位参与研究西西的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像人类登月一样，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一步已经有了，未来的一大步还远吗？而且迈出脚步的还有这么多踏实又勤奋的中国科学家呢，我们共同期待就好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